朗的炮弹撕开的不只是夜空，还有美国武力神话的虚妄。这些基地啊，除了控制和奴役，根本不会给这些国家带来安全和繁荣。美国要么遵守之前签署的停火14条，放弃海峡的控制权，要么就被截肢这条伸到中东50多年的长臂。尤其是胡塞武装的下场，我觉得才是这次停火的关键的那一根稻草。之前胡塞一直很克制啊，很多评论说胡塞在明哲保身。其实在战略上，胡塞的地理位置，它能发挥的最大作用并不是在此前的战斗中共襄盛举啊，而是在对美国的极限施压的关键时刻，完全切断西方的幻想。无论是从红海出海的石油管道，还是欧洲进出地中海赖以生存的航线，在伊朗打击美军控制力的最关键的时刻，送上通胀的绝杀，这才是胡塞武装最大的作用。这是非常有战略的一次布局，无论是欧洲还是中东，曼德海峡成为了最后的希望的那一刻，将其掐灭。这对美国的安全保障承诺的打击是极端致命的，这才叫真极限施压。那第三重极限施压其实就是伊朗现在非常坚定的战略目标和作战意志，对垒的则是美国国内现在越来越强烈的反战情绪和共和党需要完成中期选举的现实。伊朗现在已经不跟你谈什么解除制裁、什么伊核协议了啊，其实也很简单，伊朗如果获得了海峡的控制权，真正的收益并不在过路费上，而是主权信用的升级，美元的气运这不是就会有一部分转移到伊朗的主权货币上来吗？有能源还有保障能源出口的能力，这个就是信用。其次呢，中东地缘秩序的重构啊，就会导致谁还能制裁伊朗呢？海峡你还想不想过了呢？其实这个制裁啊，它就自动解除了。这个账呢，现在整个伊朗都能看明白，轻易绥靖加沙就是前车之鉴，而战斗到底则是云开月明的结局。内部利益现在高度统一，而美国就不一样了，大家本来就是奔着特朗普是和平总统，24小时结束俄乌冲突才给川普投票的，而现在呢，距中期选举还不足100天之际，打成这个样子。那最新3家不同立场的公司民调都显示，大统领的支持率已经创下了第2任期的新低，不支持率持续走高，强烈支持的选民比例下降了1/4，从19%掉到15%，这可是 MAGA 的铁盘，可见伊朗的战事对大统领的伤害不可谓不大。在这个节骨眼上打不赢，那就只能在别的地方赢啊，所以才祭出了所谓强迫劳动啊加10%关税的这种昏招。最好笑的是，现在印度、日本、以色列、韩国、瑞士、新加坡、欧盟、英国、加拿大全都是强迫劳动了啊，连阿根廷、菲律宾、卡塔尔这种时刻表忠心的小弟他都没放过。那他不知道关税其实没啥用吗？这样会破坏美国的长期公信力和国际影响力乃至盟友关系吗？他当然知道，但这不是被伊朗极限施压的没招了吗？啊，还有这几天英伟达跟韩国 SK 海力士啊签署了7500亿美元的大单，然后博通跟三星签了2000亿美元的单子啊，这个韩企投资美国，并且优先给美国提供内存啊，就有这个财经博主高喊说美国要控制 AI 供应链了。韩国的军事指挥权就在美国手里，驻韩美军这个词儿了解一下呢，就好像没有这个协议，美国企业有需要，韩国就不优先提供给美国了似的。那一通分析呀，好像美国一下子就控制住了韩国的巨头，美国的垄断全球的供应链啊，就指日可待了。拜登一直想推动的那个瓦森纳协议的升级版，也了解一下呢。美国想垄断 AI 供应链，从来它就不是个秘密，而且是先完成了围堵，结果被我们通过 DeepSeek 升腾950乃至 Kimi K3 成功突围了，才导致垄断失败的。就是我们用的是没有办法垄断的平价产品，就完成了科技突破。不是美国现在要加强对 AI 供应链的控制了，而是本来就没控制住，现在要演一段给自己的选民看了。韩国的产业链和金融市场本就是美国体系的一环，没有这个协议，美国对小韩那也是予取予求，要啥给啥。大统领去年去转一圈，红口白牙的就是2000亿美元的现金投资，这个所谓的历史性大单，给美国民众看的价值远大于产业上的价值。至于说那现在内存稀缺呀，小韩会不会完全不提供给我们啊？我的建议是学好使正经，刷啥视频都不怕。现在的在明可不是尹卡卡那种草包，美国对盟友的安全承诺已经破产到这个地步了，本子正面临着高压锅焖鸡的死局。小韩真正的安全保障在东方而不在西方，政治支持在金砖而不在北约。这个协议跟之前号称万亿投资的星际之门没有什么不同，当时就好像孙正义和奥特曼往一起一站啊，再来个6000亿美元的投资，那两人就能有丝分裂出来一个奇迹一样。而实际上除了 SD OpenAI 这一非常响亮且具有前瞻性的名头以外，啥也没有。
真正没建立起来的问题是美国没有那个基建的能力和让 AI 全链路落地的生态。想在美国本土解决整条 AI 硬件供应链垄断的这个紧急程度，远小于美国战斧导弹和产能提升以及 F-35的雷达生产，难度呢还远大于美国军工复合体扩产。这两个紧急程度更高、难度更低、价值更大的工程都完成不了，号称签个单AI 的问题就能垄断解决了，跟大统领要戴一个这个竞选48届美国总统的帽子，就号称要挑战第4次竞选，它是一个思路，就是大家快热闹一下，赶紧把被伊朗极限施压的这个窘境给忘了吧，那我就依然是赢麻了。至于现在那些被炸得七零八落的美军基地，没有矿产资源无法扩产的军工生产线，和连电力系统以及水网供给都成问题的局面下，如何让 AI 硬件供应链在美国陆地生根蓬勃发展，然后狠狠卡住东大的脖子，这都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是让大统领先把眼前这个坎儿过去，什么能转移矛盾，什么就是大统领的方向，仅此而已。这么长的看完了，关注一下吧。